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昔孟母，择邻处。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窦燕山有一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养不教，父之过；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云山叔，喜儿，你很聪明，背得很好。可是你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你每次背到这里就背不下去了呢？不是我背不下去，我只是想到爹。书上说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要因为自己不好好学，就让别人都说我爹的不是。是不是想爹了？我会记住云山叔说的话，我一定会听话，认真的念书，做个有用的人。我相信，只要我把这本《三字经》给背熟了以后，不止爹会来接我，说不定就连妈妈也会回来跟我和爹在一起呢。你妈不可能来接你了。为什么？她刚生了个孩子，照顾她都没时间，哪有心思想到你？喜儿，云山叔向你保证，你妈一定会来找你的。她不是不要你，只是现在没有空而已。来，听话，回房再练几张正楷。乖。哦。喜儿从小心里就脆弱，请你以后不要在孩子面前讲这样的话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不想让她抱着太大希望，将来会更失望的。听说齐真为薛家生了个儿子，薛家把齐真捧上天了。我看他幸福的已经忘了，还有个可怜的孩子在我们这里。云山，自从喜儿来了以后，他就把你的心思分走了一大半。婉儿好像少了半个父亲，我也少了半个丈夫。我很想做个心胸开阔的人，但是我毕竟没有那么伟大。你收留喜儿可以，但是请你把完整的父亲和丈夫还给婉儿和我。哎呀，什么声音啊！吵死了！你快睡吧，是猫叫啊！快睡吧。三更半夜，你找我什么事？走，我们离开这里。不走。我不能忍受我们的孩子叫那个大烟鬼爹，这样我还算什么男人？你急，我比你更急着想离开川宗。我在薛家吃苦受罪这么多年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就是为了想得到薛家的财产吗？我就这样跟你走了，那我所受的委屈不都白受了？我不甘心。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再有钱，一天不是照样只吃3顿饭，死了还不是只埋方寸地？梦瑶，跟我走，我有手艺，我会照顾好你们母子的。不，我不走。我好不容易才怀了孕，生了肚子里这个孩子，我才开始享受到被所有人尊宠的滋味。薛家的一切很快就要到手了，这好日子才刚刚要开始，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啊？就算是为了我，好不好？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你跟那个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啊！那你就再等10个月，10个月之后，我们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可以，我等不了了，明天我就要被调去温州了。明天，
这么快？梦瑶，我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。你愿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不在你们母子身边吗？手给我，跟我走吧。啊，对不起，梁超，为了我们的将来着想，你就再等一阵子，等孩子一出生，真正接掌了经营权，我们就可以再也不分开，长相厮守。你就听我的好不好？宝儿哭的怎么这么厉害？哎呀！哎呀！不行，说好了是来还人情的。我要是抱了孩子的话，跟孩子就有了感情，我就舍不得离开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！哎呀！该是了断的时候了。启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姐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。现在宝儿已经平安顺产，我对你的承诺和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修书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因为替我着想而感到为难，所以我就以安华的名义写了这份休书。这样不但可以解决你们的难处，也可以渡悠悠之口。我担心留在这里越久，对宝儿的感情就会越陷越深。到时我会舍不得离开的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趁现在就忍痛切断这份母子之情，避免将来我们相互煎熬，相互牵扯。启真，没有想到你这么体贴，这么为我们着想。你真是我一辈子的好姐妹。哎，大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快起来呀，大姐！启真，你听我说完。你在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，你挺身而出帮助了我，为我生下了宝儿，赐给我一个儿子，让我们薛家的香火得以延续。你帮助我完成了母亲的遗愿，更保住了我和安华的婚姻。你对我的这份恩情，我真是无以为报。启真，我现在郑重地跟你说一声，谢谢。大姐，你折煞我了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吧啊！大姐，喜儿的命是你给救回来的，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。你不是说过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吗？你不再多考虑一下，留下来吗？宝儿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启真，
你拿行李干嘛？你想离开啊？安华，我把宝儿交给你们了，希望你能跟大姐好好的把宝儿抚养成人。也希望我的离开能还给你们平静的生活。不行，我不让你走。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走啊？是不是谁让你受委屈了？有人逼着你走？不，没有人逼我，是我自己要走的。不可能，是秀妍，对不对？不，真的不是，这是我们当初的约定。我现在只是信守承诺，不关他的事。那是你跟秀妍之间的承诺，那是你们的事。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谁也不能让你走，你不能走啊！安华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让我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对秀妍守承诺，那你对我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安华，不要再为难我了，让我走吧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让你走。安华，是老天爷给我机会弥补你，我求你不要走，我不能让你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安华，你听我说，过去只是一个误会，现在已经烟消云散，都忘了吧。再说你也没欠我什么，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的良心包袱也应该放下了。我希望你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，我不希望你过得不快乐。不行，不行，我的人生没有你是不会完整的。你怎么可以一厢情愿地决定我的人生要怎么过？你的人生是完整的，你娶了大姐这么好的一个女人，她才是你应该弥补和照顾的人。大姐她是个好女人，你千万不能辜负她。还有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照顾宝儿。大姐就是宝儿的亲生母亲，以后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宝儿，她曾经有我这个妈。你根本舍不得孩子，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割舍这段母子情呢？启真，你不要走，我求你了，启真。不行，喜儿还需要人照顾。她这么小，就失去了母亲，太可怜了。你说喜儿可怜，那宝儿呢？宝儿不可怜吗？她刚刚来到这个世上，就被母亲抛弃，这对她公平吗？启真，万一将来宝儿长大后，知道自己被生母给抛弃了，她会怨你的。启真，不要走了，好不好？跟我进去。不行，你不要为难我了。不行，我不让你走。不行，你让我走。姑爷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宝儿少爷哭得喘不过气，脸色都开始发青了。哭不哭？不哭。小姐，交给我，不用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小姐，你别着急，翠儿去请大夫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孩子哄也哄不好，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啊？不哭不哭哦。宝儿，宝儿，怎么了？给我抱抱。乖，宝儿，不哭了啊？是不是饿了啊？来，是不是饿了呀，宝儿？来，宝儿，乖啊，乖。你们啊，是怎么照顾孩子的？姑爷，你就别怪小姐了。这孩子又哭又闹的，小姐她心疼着急，都好几天没睡好了。别说了，奶娘，只要孩子没事就好了。哎，小少爷不哭了。这也难怪，天底下没有不找妈妈的孩子。再怎么样，还是需要亲娘陪在身边，他才会安心的。秀妍，是你对不对？怎么了？我一向认为，你是一个十分明理、又宽宏大量的女人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再怎么说，齐真是宝儿的生身母亲，你怎么可以逼她走呢？还好刚刚齐真及时赶到，宝儿才化险为夷。
如果宝儿因为生身母亲不在身边而丢了小命，那该怎么办？你怎么对得起齐真呢？你是在指责我吗？不是，我是不能理解，齐真才刚生产完，你就不能等她把月子做完，身体调养好了再做决定？你非要在这个时候逼她走？是齐真跟你说的，我逼她走。她没这么说。可问题是，齐真不会丢下宝儿，急着赶着要走啊。如果没人逼她，她是不会走的。我一直以为你很了解我，没想到你……好，如果你也这么认为，也觉得我是这么如此不堪的女人，我无话可说。这件事你自己处理。大姐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姐夫现在只看到齐真他们母子俩，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姐夫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姐夫对我很好，你不要瞎说。也许你嫌我多事，但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不管你爱不爱听，我还是要提醒你。大姐深爱着姐夫，一心想为姐夫为薛家传宗接代，被迫主动替姐夫纳妾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齐真跟姐夫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你把他纳进来已经是错了。现在他又生了儿子，有了孩子当筹码，母凭子贵，鸠占鹊巢，再加上有姐夫当靠山，这往后他们成了一家人，你倒成了局外人了。不可能，齐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大姐，钟眼绝对是逆耳的，就因为她是你的好姐妹，才让你没有戒心，认为她对你是无害的。但往往你最爱、最相信的人，却是背叛你、伤害你最深的人。你不要因为一时的妇人之仁，弄到最后人财两空，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够了，你不要把齐真说的跟洪水猛兽一样可怕。我相信他，相信他，你不要自欺欺人了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当亲情、爱情、友情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互相冲突时，友情常常是被牺牲掉的。不可能。哎，大姐，这孩子是母亲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，这种感情没生过孩子的人是不会懂的。你别怪我说话不中听，我这么说全是为了你好。不管怎么说，传宗和你，还有我肚子里的这块肉，流的才是薛家的血，我们才是一家人啊。在这栋宅子里，现在就剩我跟传宗是为你着想了。未来你要走哪条路，自己斟酌。小姐，大夫来了。大夫，您总算来了，快跟我去看看宝儿吧。啊，好。大夫，宝儿到底要不要紧啊？这孩子啊是不足月生的，他的抵抗力比一般正常的孩子差。那怎么办？恐怕他必须吃母亲的奶才能增强抵抗力，以后再慢慢调理吧。吃奶娘的不行吗？最好还是吃亲生母亲的。明白了，大夫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好。翠儿，送大夫出去。好，是，慢走。大姐，我……好了，齐真，现在你什么都别想了，暂时先留下来把宝儿照顾好，其他的等孩子恢复健康之后再说吧。奶娘，我们出去吧。是。求求老天爷，一定要保佑我们家的宝儿，让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。你放心，一定会的。本来想要离开薛家，回去找喜儿，弥补这1年多来对他的亏欠。现在宝儿的身体这么弱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喜儿一定会怪我这个妈失职的。齐真，你别这么自责。
宝儿生病也是不得已的事，你别想太多了。爹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扔下我就跑，臭爹！爹，你在哪里啊？喜儿好想你哦，爹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想拿回去，来呀！臭娃儿，还给我！你才臭呢！野孩子，喜儿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。谁说我没有妈妈？不准你胡说！我哪里胡说了？你妈妈又嫁给别人当老婆，还生了个弟弟，她不要你了，我说错了吗？你可恶！臭娃儿，来呀！把话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不给不给啊！爹，你还我爹来！你还我爹来！婉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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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婉儿，你的手流血了。来，婉儿起来，妈妈带你抹药去。走。好了，包扎好了。婉儿，记住，千万别碰水，知道吗？啊？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喜儿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让你们好好在一起玩吗？你为什么要推婉儿？是婉儿她抢我东西，然后我要拿回来，她不还，结果她就自己摔倒了，根本不关我的事。我没有，你就是有，你还耍赖说没有。够了，都别吵了。喜儿，你是做哥哥的，做哥哥的人难道就不能让着婉儿吗？我爹说过，有理走遍天下，绝对不能吃亏。你爹？你爹他是个痞子，他说的话能相信吗？我不准你这么说我爹！还敢跟我顶嘴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啊！你打我！你不是我妈妈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凭什么？喜儿，孩子睡了，吃饭吧。把孩子交给我，来。不用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孩子这么小，除了你谁也不认，辛苦你了。怎么会辛苦呢？能把孩子这样抱在身边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这是身为一个母亲感到最骄傲、最满足的时候了。如果他的身体能健健康康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安华，这里有我呢，你去大姐那边陪陪她吧。这是你写的？哎，安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谁允许你走了？你是我赵安华的妻子，我不准你走。如果有人赶你走，哪怕是秀妍，我也不会原谅他的。安华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没有人要逼我走的。不是秀妍？大姐她对我那么好，知道我要走，还想尽一切办法来挽留我。真的是我自己要走的，你错怪她了。雪妍，雪妍，刚刚启真告诉我，我才知道我错怪你了。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。不知道是我错了，还是你变了。每次一碰到奇珍的事情，你就变得失去判断力。我在你心目中
变得这么绝情，这么自私，这么的不堪。我真的觉得我好失败。秀妍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问题。我知道你对齐真有责任，有亏欠，你想弥补他，但是我又何尝不是？我也想努力弥补他，但是，在我想尽办法努力的同时，却遭到了你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和批判。你这样对我，我真的觉得好心寒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怀疑你，误会你。这件事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秀妍，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弥补齐真的机会，也谢谢你为我牺牲了这么多。我今天会失控，是因为齐真要走，才会一时冲动说出那么多伤害你的话。秀妍，原谅我好吗？安华，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夫妻间已经有了隔阂，这不是对不起就能弥补的，你懂吗？我懂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我却不相信你，这才是最让你伤心的，对吧？秀妍，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，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用行动去证明给你看，好吗？妈，我肚子好饿啊！少奶奶，我到处找，就是找不到喜儿少爷。难不成喜儿又跑了？这可怎么办啊？你说什么？喜儿跑了？你又对她做了什么啊？爹，你不要骂妈妈，是喜儿哥哥撞伤了我的手，妈妈才打他的。你打她？我看到娃儿受伤，我骂他，他还顶嘴，我一生气就打了他一巴掌。有什么事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呢？干嘛非要打人啊？现在好了，人不见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向郑家交代啊？云山，我打了他，我心里也后悔，对不起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来得及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喜儿人在哪里。开门呐！开门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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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喜儿，我要找我妈妈。喜儿不哭了，妈妈马上就出来了啊！喜儿，喜儿，我的宝贝儿子，喜儿，快告诉妈，你跟你爹搬到哪里去了？爹把我送到宜山叔家里去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走了？他没说他去哪里吗？没有，他说他会常常来看我的，结果他骗人，他根本就没有回来看我。喜儿，你怎么这么大晚上跑来？云山叔知道你在哪里吗？喜儿，你说话呀！对啊，喜儿，怎么了？妈，我不是故意让娃儿受伤的，妈，是他先抢我的画，然后阿姨不高兴就打我。我可怜的喜儿，都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秀妍，喜儿还小，需要母爱，不如把喜儿留下来。大姐，
这你可得好好想清楚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一开始是姐夫入赘，接下来是二太太纳进来，现在孩子生了又要带上一个拖油瓶，这接下来呢，是不是连傅振家也得住进来啊？那咱这薛家以后成什么了？这脸面往哪儿搁呀？梦瑶，喜儿是个孩子，有必要把事情扯那么远吗？你们别看他小，他人小鬼大，就像他爹一样，没心没肺。人家杜家养了他这么久，他不知道感恩也就罢了，反而跑来这里编排人家杜家的不是。像这种祸害留在薛家，哼，不出乱子才怪呢。真是有什么样的妈，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儿子。我不准你这么说我妈！喜儿，梦瑶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喜儿，你们看，喜儿，我才说了他2句，他就动手打我。我这肚子里可是扎扎实实薛家的血脉，万一被他推没了，他这条贱命怎么赔得起啊？姐，这孩子可不能留啊！万一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怎么办呀？把他送走！妈，我不要离开你妈，你不要把我赶走好不好？妈，我求求你了，妈！喜儿跟齐真分开这么久，好不容易重逢，就让喜儿留下来，别让他们母子再分开，好不好？姐，你听我说，姐，我跟你说，好了，都别说了。齐真，喜儿就留下来跟你住。至于杜家那边，我会派程叔跑一趟杜家，跟杜少爷说一声的。大姐，都别说了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谢谢大姐。妈，喜儿，妈。太欺负人了！小心一点，梦瑶，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别生气，千万别生气，免得动了胎气啊！我能不生气吗？这个家就只有大姐说了算，无论大小事我们都做不了主，这算什么嘛？姐说的也没错，喜儿不过是个孩子，她又能起什么作用呢？你也犯不着小题大做嘛！你这是什么话？喜儿又不是没有爹，干嘛非赖在我们家？你用脑子想一想，一旦这孩子住下来了，好日子过惯了，万一到时候他跟他妈死赖着不走，那不是对我们更不利？没那么严重，自从他进门以后相处下来，我觉得他这人还挺好的，他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的。不会造成威胁？哼，我看他根本就是想扮猪吃老虎，藏了一肚子的坏水，随时准备来对付我。他能拿什么来对付你啊？难道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你瞎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反正这孩子不能留，齐真就更不能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了仇，一定得把他们赶走不可。好了好了，这事你去处理啊。来，我困了，想睡了。梦瑶，干什么？陪我一起睡啊。哎，不行了，为什么又不行啊？我怀这胎好辛苦，你就不能让我过得舒服一点吗？你老不让我碰你，我哪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到什么程度了嘛？传宗，你就再忍一忍，等孩子生下来啊。来，多吃点啊。吃菜。来，多吃点啊。宝儿，宝儿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宝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哭啊，不哭啊，乖，宝儿乖啊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妈妈才不会丢下我不管。坏弟弟！哎，喜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难道你不是因为这个弟弟才不要我的吗？喜儿，你误会你妈妈了，妈妈很爱你，她是因为你才会留在这儿，才会再生个弟弟。你妈是有苦衷的，知道吗？才不是这样呢！我爹说，都是因为你抢走了我的妈妈，才害我爹没有老婆，害我没有妈妈。你是个大坏蛋，大坏蛋！喜儿，你误会安华叔叔了。当初你生病的时候，多亏了秀妍阿姨拿钱给我，让你治病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也许都没有办法活到现在了。你的命啊，是秀妍阿姨给救回来的。薛家对我们有恩，我们应该知恩图报啊，知道吗？妈，你说这些我都不懂。
我只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回家，我们把爹找回来，我们3个人过回那种开开心心的日子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妈，好，妈妈答应你啊。好，真的吗？可是宝儿他现在还小，而且他生病了。你还记得你以前生病很不舒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呀，我们就暂时留在这里，等宝儿的身体好一些，妈妈就带你离开，好不好？不要，那还要等多久？我真的好想我爹。为什么我现在有妈妈就不能有爹？为什么我有了爹就不能有妈妈？我好想像娃儿一样，有爹，也有妈陪着。希儿，对不起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宝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，我也要抱，我也要抱。你好久没有抱过我了，我也要你抱。喜儿，别吵你妈妈啊！我带你去客房睡，好不好？走。我不要。我不哭啊，宝儿乖。喜儿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很讨厌我，你很气我抢走你妈妈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很想妈妈好好陪着你吗？等宝儿身体好了，妈妈就可以好好陪着你。既然这样，你就让你妈妈好好照顾宝儿，别吵她了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喜儿，宝儿现在在生病，半夜呀，她一定会哭个不停，到时候会吵得你睡不着觉，妈妈也没办法全心照顾宝儿。你现在是做哥哥的人了，你应该要学会关心弟弟啊。你能不能体谅一下妈妈？好吧。走，我带你去客房睡。安华，不好意思，喜儿她还小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知道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陪喜儿。谢谢你啊。哦，宝儿乖啊。喜儿啊，你暂时就睡在这儿，叔叔陪你。已经很晚了，快点睡吧，啊！我知道，在你心目中，你爹的地位谁也无法取代。但是现在你爹不在，妈妈又要照顾宝儿，就让叔叔陪你睡觉，好不好？乖，早点睡，别让妈妈担心，好不好？你到底怎么样才肯睡觉啊？告诉我。喜儿，如果你乖乖睡觉的话，那这1块钱就是你的了，啊？叔叔先睡了，乖。要是有了钱，我就可以带妈妈离开这里，也可以给妈妈吃好吃的。安华，对不起，甄家把孩子交给我，我不但没有看好他，还让他跑到你们家，给你添了麻烦，我向你道歉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孩子要找妈妈，这是天性。让他留在齐真身边，不但喜儿可以安心，齐真也可以一解思儿之苦。喜儿能够回到齐真身边，是对他们母子最好的安排。只是不知道你夫人会不会介意。哦，你放心，这正是秀妍的意思。很少有女人有这么豁达的胸襟，能够容忍和接纳别人的孩子。令夫人能做到这一点，真的令人佩服啊！一定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，不但娶了这么好的一位妻子，最终还是和齐真修成正果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真让人羡慕啊！对了，有没有傅振家的消息啊？自从他把喜儿托给我之后，了无音讯。这个傅振家也真是的，他对齐真没有责任感也就算了，怎么可以丢下孩子不管，一走了之呢？
安华，你不要责怪郑家。郑家把喜儿送给我的那一天，我看得出来，他的情绪真的非常激动。他不是真的不要喜儿，我想，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或者说不出的苦衷，才会逼得他不得不离开。云山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很欣赏你。你为人正直，胸襟开阔，永远默默的付出，从来不计较回报。启真，有你这样的好朋友，一生守护着他，我真替他感到欣慰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关心着启真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我当然会介意啊，但是我更觉得汗颜。我们都爱着启真，但是在你面前，我的爱却显得那么的渺小。云山，你的情操让我敬佩。好啦，是朋友，就不要说这种话。好，朋友，永远的朋友。奇怪了，钱又没长脚，怎么不见了呢？哎，翠儿姐姐，你在找什么呀？我在找少奶奶给我的1块钱，我帮你找啊。钱去哪儿了呀？你们在找什么钱？少奶奶，您早上给了我1块钱买东西，我忘了放哪里了，找不着了。哎呦，我还以为多大的事，不就1块钱吗？别找了啊，这钱拿去。哎，你有钱也不是这么个花法，谁知道这1块钱是真丢了，还是翠儿把它藏起来，故意吓唬人啊？哎，你又没有证据，你凭什么诬赖翠儿姐姐啊？小痞子，轮得着你说话吗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你偷的？我没有，你不要诬赖我。之间，谁偷走了黑夜，让心情如此难眠。虚幻的风拂过秋叶，仿佛是你的流言。隐隐约约，耳边话已走远，怅然中只剩思念，烟尘往事如水中月，虚幻缥缈于人间。女人心难测难懂又难分，能为爱舍弃如花般的青春，宁愿受千百劫寒怨过一生，纵然是独自面对黄昏。女人心像水像花又像针，能摆脱情字的纠缠有几人？当一切繁华落尽后才是真，女人终究为爱而完整。女人心难测难懂又难分，能摆脱情字的纠缠有几人？当一切繁华落尽后才是真，女人终究